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要为你深度解读的书是纳西姆·塔勒布面向普通读者写的最后一本书《非对称风险》，繁体中文版叫做《切肤之痛》。这本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呢，用一句话说就是你凭什么听一个人的话？我们每天都在听各种人的话，经济学家告诉你世界经济会怎么走，营养学家告诉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智库专家告诉人们应该对哪个国家动物，网上的意见领袖告诉你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塔勒布说，在你决定相信他们的话之前，都应该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为自己说的话赌上了什么。如果答案是他什么都没有赌，他说错了不会丢钱，不会丢命，不会有任何的后果，那你就应该立刻把他的话扔进垃圾桶，因为这样的人是没有切肤之痛的。切肤之痛就是这本书的英文名 Skin in the Game 的翻译。切肤之痛呢，就是你要为你自己说过的话、你的观点、你的建议承担真实的后果。塔勒布在这本书里其实就讲了3句关于切肤之痛的话。第一句是有切肤之痛的人才值得我们追随，第二句是有切肤之痛的知识才值得我们信赖，第3句是一个让没有切肤之痛的人来主宰一切的社会是会慢慢的烂掉的。塔勒布之前写过《黑天鹅》《反脆弱》，那些书呢，主要是在金融市场的范围里谈风险，但是到了这本书啊，他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跨越。他把切肤之痛这把刀从金融市场里拔出来，插到了人类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政治、宗教、道德、知识、历史，甚至是文明本身。这不再是一本讲投资原则的书，这是一整套的世界观。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啊，我觉得这本书才是塔勒布的完成体。如果说之前的塔勒布是葡萄汁当然是无比美味的葡萄汁啊，那这本书的塔勒布呢，就已经是一杯芬芳醇厚的葡萄酒了。那下面呢，我们就先从那第一句话开始讲起。为什么只有那些有切肤之痛的人才值得我们追随？一个人靠不靠谱，你通常会看什么呢？可能是看他的履历，有没有上过名校啊，看他的头衔啊，看他是不是西装笔挺，说话是不是温文尔雅， PPT 是不是做的足够像麦肯锡。我们还可能会习惯看他的表达，一个人把观点讲得越清楚，术语用得越高级，引用的文献越多，我们就越容易觉得他很专业。但是塔勒布说，这些东西都太便宜了。一个人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就把自己装扮成值得相信的样子，而真正昂贵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会不会跟随他自己的判断一起下场。其实很多古代社会对于这一点的理解比我们很多现代人都要残酷得多，也清醒得多。比如说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早期几百年里，皇帝可不是坐在宫殿里遥控战争的，皇帝是真的要上前线的他们是真的会战死，会被俘虏，会被敌人当成战利品来羞辱的比如说尤里安皇帝就死在了与波斯人打仗的前线里他可不是在军队后面指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意外他是带军冲锋的时候被杀的再比如瓦勒良皇帝，他在战场上被波斯人俘虏，据说后来被波斯皇帝当成了人肉脚踏板。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11世，在君士坦丁堡城破的时候脱下了象征皇权的紫袍，拿起剑冲向奥斯曼军队，最后消失在了战场上。这不是说古代的皇帝都很高尚，那当然不是古代宫廷里的各种阴谋、腐败、血腥荒唐的事情海了去了。但至少在统治这件事情上很多古代社会是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对称性的，那就是你享受权力，那你就要承担权力带来的危险。你坐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你就离刀剑最近，你命令别人去死，你自己也可能真的会死。也就是说，至少有一部分古代皇帝对自己的决定是有强烈的切肤之痛的。你下令开战，你自己就会出现在前线上。这就是塔勒布非常喜欢的一个古老观念，叫做贵族义务。你之所以高贵，不是因为你有钱，也不是因为你的家族姓氏特别好听，而是因为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你要站在别人的前面。你拿到了上层的位置，就要替下层承担更多的风险。所以在塔勒布这里呢，真正的地位不是一种奖赏，而是一张欠条。这张欠条上写着，等灾难来的时候，你先上。那回答刚才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判断一个专家是不是靠谱呢？答案就是
看他有没有尽自己的贵族义务，也就是他会不会因为他自己的错误，因为他招来的危险承担切肤之痛。比如说牙医是不是真的专家大概率是的，因为你补完牙之后疼不疼，牙还在不在，病人很快就会知道。飞行员是不是专家大概率是的，因为那些不行的飞行员在海底躺着呢。水管工、电工、厨师、修车师傅，自由市场里活下来的那些手艺人、创业者，那些拿自己的钱来交易的交易员，他们很多时候也都是真的专家，因为他们如果错了、败了，都有非常强烈的切肤之痛，丢掉口碑，丢掉人品，丢掉钱，甚至丢掉命。那么那些分析经济趋势的宏观经济学家呢？那些地缘政治评论员呢？那些管理学大师呢？那些天天预测社会趋势的人呢？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因为他们没有切肤之痛。预测错了，他们可以说这是发生了外部冲击，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政策错了，他们可以说这是历史条件复杂。建议错了，他们可以说我的本意是好的。头一天还错得离谱，第二天在电视上夸夸其谈的还是他们。那么这种没有切肤之痛的人给出来的建议，你要不要听这个就要掂量掂量了。拿有没有切肤之痛这个标准来判断具体的个人也会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你要做手术，前面有2个外科医生，他们的简历差不多，资历也差不多，手术量也差不多。第一个医生呢，看起来特别像医生，戴着银边眼镜，手指修长，说话优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以直接去演医疗剧。第二个医生呢，看起来就很不像医生，有点粗鲁，有点笨重，看上去甚至更像是一个肉铺老板。塔勒布说他会毫不犹豫地选第二个。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享受了形象红利，他长得就特别像一个外科医生嘛，所以病人、同事、医院管理层都会更加容易相信他。而第二个人完全没有这个红利，他如果能够混到同样的位置，那就说明他必须用更硬的东西来穿过筛选，可能是他的手艺，可能是他的成绩，可能是他手底下活下来的病人特别多。他更大概率是一路承受着自己手艺不佳就要有切肤之痛的这个风险，最后走到这个位置上的。当然不是说丑的人就一定有本事，穿得体面的人就一定没本事，而是当一个人没有享受那些便宜信号的帮助，却仍然穿过了现实的筛选，那你就应该多看他一眼。总之呢，现实世界里最可靠的信号往往不是看起来很专业，而是他为这个位置付出过什么代价。而这种代价呢，一定是会在这个人的身体上，在他的气质上留下一些痕迹的。塔勒布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个晚宴，在席间有一个叫做大卫的人突然拿出一根冰锥，把他自己的手掌给穿透了。塔勒布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全球最有名的魔术师大卫布莱恩。塔勒布当时也没太在意魔术嘛，不就是障眼法嘛。可是那天晚宴结束的时候，他看到布莱恩站在衣帽间的旁边，用手帕在擦手上流出来的血，那个冰锥竟然真的穿过了手掌，不是障眼法。那一刻，布莱恩在塔勒布的眼里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这不是纯表演，这至少有一部分代价是真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再次见面，塔勒布跟他握手的时候，摸到了手掌上冰锥留下来的那个伤疤。塔勒布说，真正经历过风险的人身上总会留下某种不那么好看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失败记录，他的破产，他的口碑争议，他身体上的痕迹，他公开受到的羞辱，或者是他职业履历上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塔勒布在2016年只看了川普共和党初选的一场辩论，就知道他会赢。你可以喜欢川普，也可以讨厌他，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很多选民眼里，一个破产过、离婚过、满身缺陷、说话粗鲁的人，反而比那些履历非常完美、说着漂亮的片汤话、没有任何现实伤疤的职业政客要真实得多。塔勒布说，在选民眼里，这场对决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有伤疤的真人永远比一个零伤疤的假人要更加可信。一个人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没有任何失败，没有任何代价的痕迹，那就只意味着一件事，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真的下过场。且不论川普当上了总统之后的决策是不是还有切肤之痛的风险，但至少在2016年他第一次竞选的时候，要论谁的人生真的被现实捶打过，那参加竞选的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内，没有一个人是川普的对手。
当然不是说为自己的决策亲自下场承担风险的人就一定正确，冒险的人当然也会很愚蠢，也会自大，也会失败，但至少他和自己的判断绑在了一起，他错了，现实会打到他的身上，他骗你，他自己也会付出一些东西。这样的人说话和那些躲在安全区里发号施令的人说话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类现在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里最著名的那一条是这么写的：如果一个建筑师盖了一栋房子，房子塌了，砸死了房主，那这个建筑师就得偿命。也就是说，建房子的人必须和住房子的人共担风险。3800多年前，人类就用石头把切肤之痛给刻下来了。这些呢，就是那一句有切肤之痛的人才值得我们追随的含义。而这个道理我觉得书里写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可以解释宗教里的一些奇怪现象。比如说，基督教为什么必须坚持耶稣既是神又是人？神学上的道理当然非常复杂了，但是从切肤之痛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坚持的用意其实非常清楚，那就是如果耶稣只是一个神，那他的受难就不够有分量。神不会真正害怕，神不会真正流血，神不会真正面对死亡。只有当他也是一个人，他的痛苦才是真的，他的牺牲才是真的，他才有资格被追随。我读到书里这一段的时候，立马就想到了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里最后有一段台词：有过痛苦才知道众生真正的痛苦，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有过牵挂了无牵挂。这说的不就是你要有切肤之痛吗？你没有真的痛过，你对痛苦的理解就是纸上谈兵，你就没有资格谈论什么解救众生的痛苦。在塔勒布看来人类历史上那些活过几千年的大宗教都本能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代价的信仰是不会有力量的。古代的宗教祭祀可不是随手转发一条我支持某某某的朋友圈动态而是真的要拿出牲畜，真的杀掉，真的烧掉，真的要损失财产的。众神是不接受廉价的信号的。你说你敬畏我，好，那你就要让敬畏在你的生活里留下一个让你非常肉疼的代价。1981年，教皇保罗2世被枪击，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教堂祈祷，而是被送往罗马最好的医院，接受现代医学的抢救。人在生死关头的行动比嘴上的信念要诚实得多。很多无神论者只是嘴上无神论，很多有神论者也知道该叫救护车。别听人说自己信什么，要看他在要命的时候做了什么。这就是切肤之痛在信仰上的版本，言语不算数，行动才算数。但这恰恰引出了一个麻烦，既然大家都知道行动比言语重要，那一些聪明人就会开始在行动层面做手脚。切肤之痛既然是很多人认可的一个硬道理，那当然就会有人想办法伪造它。塔勒布把这种东西叫做美德营销。比如说现在在酒店的浴室里基本都有个牌子，上面写着为了保护环境请重复使用毛巾。听起来很高尚吧，可塔勒布说你先别急着感动，酒店当然希望你少洗毛巾，但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省下大量的洗衣成本。他把省钱包装成了美德，还顺手让你觉得自己也参与到了一项崇高的事业里。这就是最初级的美德营销，对我有利的事我讲成对世界有利。更加高级一点的版本呢，就是做慈善了。中世纪的人花钱买赎罪券，可以抵消灵魂层面欠下的债。现代的富豪捐一大笔钱，发布会搞起来，筹款晚宴搞起来，好像性质也有点类似嘛。塔勒布并不是说慈善都虚伪他要说的是，如果一种美德完全不需要牺牲，甚至还能够增加你的名望、关系和影响力，那你就要小心，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笔公关预算。在所有的美德里，塔勒布最看重的是勇气，因为勇气最难伪装。你可以伪装善良，可以伪装同情，伪装正义，因为这些经常只需要站在人多的一边说正确的话而已。但是勇气不一样，勇气要求你在有代价的时候还说话，在别人沉默的时候说话，在站出来会丢朋友、丢工作、丢名誉的时候还说话。勇气的定义本身就是你为你的行为承担了真实的风险。所以你看有切肤之痛的人才值得追随这句话，正面是你要看他赌上了什么，
反面是你要警惕那些假装赌上了什么的人。而检测假货的终极工具就是勇气，因为勇气是唯一伪造成本高到几乎没有人愿意伪造的一种美德。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开头讲到的那第二句话了，有切肤之痛的知识才值得我们信赖。这句话乍一听有点奇怪啊，人可以有切肤之痛，知识怎么会有切肤之痛呢？答案是时间。对于一种知识来说，时间就是它的试炼场，就是它的冒险乐园。一个想法，一套技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制度，一本书，如果它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的被人使用，被人检验，被人误用，被人攻击，最后它还能够活着，那它身上就有切肤之痛。因为它不是刚从会议室、从实验室里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它是在现实的残酷检验里活下来的东西。这就是塔勒布非常推崇的林迪效应。我在讲反脆弱那本书的时候提到过，林迪呢本来是纽约的一家熟食店，传说有一些演员在那里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百老汇剧目已经演了多久，往往就能够暗示他还能继续演多久。一个只演了1周的剧，可能下周就没了，而一个已经演了10年的剧，很可能还能继续演10年。塔勒布就把这个规律推广到了一切不容易腐烂的东西上。他说，凡是不会自然腐烂的东西，它已经存在的时间越长，那它未来的预期寿命也会越长。这不是说老东西就一定好，新东西就一定坏啊。塔勒布并不是让你用马车来代替高铁，不是让你用草药来替代抗生素。他说的是，对于那些后果很复杂、反馈很漫长、无法完全理解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时间的筛选往往比专家的背书更加可靠。比如说饮食、身体锻炼、教育、道德、生活智慧、制度安排，这些东西你很难用一个短期实验就把它们的长期后果全部给测出来。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见过太多这些领域的专家建议大翻转、大翻车了。营养学专家先说脂肪是万恶之源，让全美国人吃了30年低脂高糖食品，结果肥胖率翻了3倍。现在又说糖才是真正的敌人。我的老本行心理学里有非常多很漂亮的实验，后来根本都浮现不出来。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趋势的预测精度，在统计上甚至还不如占星术，还不如很多普通人的日常直觉。可是这些领域的专家每一次错了之后，往往并不会付出真正的代价。他们改一个模型，换一个术语，继续上电视，继续写专栏，继续开会。你看这些领域，他们的研究对象无比的复杂，而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本身又不会有切肤之痛。那么对于这些领域的知识，你就应该多长一份心眼。而且这些专家还很喜欢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塔勒布在书里写了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路过弗里吉亚王国的首都，这里的神庙里供着一个巨复杂的绳结。有一个预言说，谁解开这个绳结就能够征服亚洲。据说无数人研究过这个结，都没有人能够解得开。亚历山大是怎么样解开的呢？他拔出剑，一剑就把它给劈断了。预言只是说解开，可没说不能砍啊。塔勒布说这个故事是想说，当你需要的只是那个结果的时候，那你就永远不要为那个复杂的展示过程去买单。有一些学者、咨询师、智库研究员最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因为他们自己不必为自己的观点承受切肤之痛，所以就必须把事情弄得足够复杂，才显得他们有用。而在这种时候呢，那些已经活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做法、观念、道德准则就很值得尊重。倒不是因为古人比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那些愚蠢到会灭绝自己的做法，通常已经被时间给清理掉了。这是林迪效应在发挥作用。所以呢，你奶奶告诉你的那几条做人做事的老规矩，做人要守信用，别贪小便宜，凡事要留有余地什么的，这些道理没有做过什么高级的双盲实验，但是他们经过了无数代人的检验，反而比任何一篇学术论文都更加靠谱。塔勒布在书的末尾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他说，如果你听一个黑头发的人讲话，那你就去听他的论证，而要忽略他的结论。但是如果你是在听一个白头发的人讲话，那你就跳过他的论证，直接去听他的结论。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的逻辑能力可能非常强，但是他的结论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没有经过林迪效应的考验。而一个老人的推导也许含含糊糊说不清楚什么，但是他的结论往往是林迪效应替他验证过的。我好喜欢这个洞察。这就是那第二句话，有切肤之痛的知识才值得我们信赖的含义。所谓知识的切肤之痛，就是他被现实使用过，被时间伤害过，被错误惩罚过，然后他最后居然还没有死。当然我觉得塔勒布对于学术界的批评是有点过于苛刻了，我们以后会找别的书来平衡一下。好，那我们下面再来说前面的那个第三句话，一个社会如果让那些没有切肤之痛的人来主宰一切，那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烂掉。塔勒布说，现代社会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很多时候都不是某一个坏人在作恶，而是整个系统性的把做决策的人和承担后果的人给分开了。在很多关乎全社会福祉的重大领域，决策者都不需要承担切肤之痛，他们的错误都只由其他人买单，而这里的其他人往往就是全社会，这非常可怕。塔勒布把这种现象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罗伯特·鲁宾交易。罗伯特·鲁宾是谁呢？他当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后来到了花旗银行做高管，10年里拿走了超过1亿2千万美元的薪酬。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花旗银行资不抵债，靠纳税人救助才活下来。但鲁宾自己没有赔过1分钱，没有承担1份责任。他的理由是，这是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责任不在我。真正要命的是，这不是孤立啊，这是整个华尔街都在做的事。他们把一些长期风险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出事了就由别人来扛，而把短期利润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决策权在我，但是正面结果我赢，反面结果你输，我永远都是赢家。这也就是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书名非对称风险，这个非对称的意思，收益巨大，风险为零，没有任何切肤之痛。这就是罗伯特·鲁宾交易，它恰恰就是开头说过的那种罗马皇帝模式的反面。不单金融领域是这样，同样的机制在各种能够深刻影响国家政策的领域里都很普遍。我们只要去看看这些领域里的专家的标准形象是怎么样的就可以了。塔勒布说，你去看看那些顶级智库的专家，常春藤大学的教授，主流媒体的大编辑，这些人的主流形象是怎么样的？高度统一，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塔勒布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损的名字，有知识的白痴 Intellectual yet idiot。他给这群人画了一幅非常毒舌的画像。他说这种有知识的白痴大概率都订纽约客，参加过不止1次 TED 演讲，在过去5年里至少2次在跟物理学毫无关系的谈话中谈到了量子力学。是不是跟你脑子里的某些形象非常对得上号啊？有知识的白痴当然不是没有上过学，恰恰相反，他们通常上过很好的学校，读过很多书，会写非常漂亮的文章，能在媒体上流利地评论一切。他们非常擅长写论文，参加会议，进入机构，掌握正确的话语，然后就在这些位置上指点江山，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吃，怎么说，怎么想，怎么投票，怎么生活。问题是，他们几乎完全不用承担政策输出的后果。卡斯·桑斯坦和理查德·泰勒是2位顶级的行为经济学家，一个在哈佛，一个在芝加哥大学。他们提出了一套叫做助推的政策理论，认为普通人做选择不够理性，所以需要政府替你来设计一些政策的选项，诱使你做出一些更加理性的选择。这套理论被推荐给了奥巴马政府、英国的卡梅伦政府，影响了从养老金到医保到环保的一大堆公共政策。塔勒布非常鄙视这2个人了，他说这2个人连一些概率论的基本直觉都没有搞懂，需要替几亿人来安排什么理性选择。但关键是，就算他们的政策让普通人多缴了税，买错了保险，做错了医疗决定，这些后果都不会落在桑斯坦或者泰勒身上1秒钟。他俩会继续在哈佛和芝加哥的终身教职上继续写畅销书，继续上TED演讲台，继续在白宫跟总统谈笑风生。泰勒甚至在2017年还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我觉得泰勒的理论没有那么不堪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说不定会讲到他的书。
其实更加让塔勒布愤怒的是这些有知识的白痴对待普通人的方式。当老百姓投票投出了他们期望的结果，他们就管这结果叫做民主的胜利。当老百姓投出了他们不喜欢的结果，比如投出了英国脱欧，比如让川普当选，他们就立刻换了一个词，管他们叫民粹主义。塔勒布问他们，你们这些人天天嘴上说平等，但你们有没有真的跟一个少数族裔的出租车司机喝过酒？如果你从来没有，那你们嘴上的平等就没有过切肤之痛，你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而这群人里最危险的一个品种，塔勒布管他们叫做干预派，也就是那些鼓吹通过对外战争、通过对外干预来改造外国政权的那些政客。2003年推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那帮人，2011年又推动除掉利比亚的卡扎菲，理由当然都很漂亮，民主、人权、推翻独裁。但是然后呢？2017年，也就是塔勒布写这本书的时候，利比亚的某些地方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了奴隶市场，这可是21世纪啊！而这些干预派自己的房子被炸了吗？当然没有。他们自己的孩子被卖为奴吗？当然也没有。这些人继续住在他们郊区的豪华别墅里，享受着奢华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没有任何代价，但是他们的政策建议让一整个国家的人民为他们的错误买单。这就是罗伯特·鲁宾交易的政治版，正面是我赢，反面是别国人民去死。而且他们永远都不会收手，因为他们没有必要从错误里学习。塔勒布说，民航是人类历史上最会学习的系统之一。每一次空难之后，调查报告都会被全行业逐字逐句的吸收，规程会被改写，机型会被整改，飞行员会重新培训，所以飞行越来越安全。今天坐飞机已经比开车要安全好几个数量级了。那为什么民航能够学到教训，而那些公共政策却学不到？就是因为飞行员、飞机设计师、航空公司都是跟着飞机一起承担后果的。民航是一个有切肤之痛的系统。当决策者会跟着错误一起流血，体系就有自我纠错的能力；而当决策者不会流血，那体系就会在同一个坑里反复的摔跤，一直摔到摔不动为止。这就是没有切肤之痛的系统的第一层腐烂，错误不会被修正。但是还有第二层，那就是这样的系统会被一些少数偏执的人劫持，这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点。我们通常以为社会是由多数人决定的，大多数人喜欢什么，市场就供应什么；大多数人相信什么，文化就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塔勒布说，在很多复杂系统里真正决定方向的其实不是多数，而是那些最不肯妥协的少数。10个人聚餐，9个人吃什么都无所谓，最后那个人呢，他只吃犹太教的节食或者伊斯兰教的清真食品，那最后他们大概率就全都吃节食或者清真食品。不是因为那一个人说服了其他9个人，而是因为他的偏好不可妥协，而其他人的偏好是可以妥协的。而这个机制会在社会里一层层的扩散。一个家庭里有某一个人坚持某种规则，全家就得跟着。然后这个家庭参加邻居的聚会，这个规则就会传染给整个聚会，然后传播给整个社区，然后整个社区的超市就会因此调整货架。就这样，那些非常坚持的少数派，他们可能只占人口的 3%， 但是他们最终就可以改变全部的人的选择。在英国，市场上清真肉的比例是远远超过穆斯林人口的。在美国，犹太教徒的比例也很低，但是很多饮料都会做成符合犹太节食认证。那为什么这种不肯妥协的少数派能赢，而那些灵活的多数会输呢？根本原因就是切肤之痛。那个坚持只吃节食的犹太教徒，他不是在做一个饮食选择，他是在赌上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身份、自己跟祖先和神立下的契约。那在这种博弈里这些少数派身上有的就不只是切肤之痛了，而是灵魂之痛，所以他是不可能让步的。而这里很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得靠其他人来衬托呀。如果他们的对手也是一群不肯妥协的人，那他们的规则就没有机会扩散。但问题是，他们的对手往往是一群实际上对什么都无所谓的那种有知识的白痴啊。对于一个国家的各种方向、各种政策，他们没有自己的切肤之痛，就更别提灵魂之痛了。
所以呢，这样的社会非常容易被一小撮真正赌上了自己信仰的偏执者劫持。这样一来呢，整个系统的方向就不再由理性讨论来决定，而由谁更加不肯让步来决定。这样一个又蠢又容易被劫持的系统，就是塔勒布说的会慢慢烂掉的社会的完整途径。在饮食上这可能没有什么，吃一顿清蒸羊肉天也不会塌下来，但是在政治和文明层面，这个机制就很危险。在民主社会一直有一个理念争论，那就是民主社会能不能够容忍那些利用民主来摧毁民主的人。塔勒布的回答是很明确的，对于某些不宽容的群体，我们必须更加不宽容。这不是矛盾，这是生存逻辑。因为宽容的人往往可以妥协，不宽容的少数极端群体不妥协。而根据刚才的这个规则，如果一个社会对所有人都宽容，包括对不宽容者也无限宽容，那最后就是最不宽容的那些人会利用它来摧毁宽容本身。所以呢，社会其实不是靠投票和共识来进化的，它是被少数不肯退让的人推着走的，不论是推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道德规范是这样，市场规则是这样，文明本身也是这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过，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担当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事实上，这是唯一改变过世界的方式。他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对的。那讲到这里呢，开头的那3个问题我们都已经有答案了。你要不要相信一个人的话，那要看他赌上了什么。你要不要信任一种知识，那要看他经历过什么。你凭什么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康，那要看权力和后果有没有被绑定在一起。一句话，看他们有没有切肤之痛。没有后果的观点，没有代价的信仰，没有牺牲的爱，没有风险的美德，任何没有切肤之痛的东西，它的价值都会大打折扣。那我自己呢？我做了这个有很多观点的频道，可能多多少少也影响了一些人，但我自己为它赌上了什么吗？我是更像塔勒布书里的那些有切肤之痛的牙医、手艺人、创业者呢？还是更像那些夸夸其谈的有知识的白痴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但我知道我至少赌上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我读书的品味。每一期视频我其实都是打着我的真名实姓向你保证，这本书值得你花半个小时了解一下。如果最后你发现这纯粹是浪费时间，那我会觉得非常羞耻。我这作为差不多挺专业的讲书人的自尊会受到一轮暴击。这就是我的切肤之痛，不致命，但真的会痛，甚至是灵魂层面的痛啊，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所以非常感谢你听到最后，让我免于一次切肤之痛。好，这本非对称风险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本书再见。